大家好，欢迎光临大鱼食堂。有一类食物，吃的就是情怀，不做遗憾，做了后悔。广式月饼大概就属于这一类，高油高糖是它的基本特征，你是否望而却步了呢？传统广式月饼一定会用到碱水，用以中和转化糖浆中的酸，控制回油速度，让饼皮更松软，还能帮助月饼着色。虽然好处多多，但是用量极少，家庭完全可以用常见的小苏打来解决。小苏打在50度时开始分解成碳酸钠，而碳酸钠溶液是更接近于碱水的。微波炉加热1分钟，加热后的粉末明显更加细腻。取 0.5 毫升的粉末，加入2毫升水，这就是我们要的碱水了。饼皮的另一种重要原料是转化糖浆，它有很强的保湿性，可以使饼皮保持柔软。我们用蜂蜜来代替。把蜂蜜和碱水充分搅拌以后，加入20克植物油，拌匀。最后加入80克面粉，用刮刀翻拌到看不见干粉为止。用保鲜膜包裹，室温放置2个小时。今年买到了咸鸭蛋黄，先把它处理一下。烤过的咸蛋黄吃起来酥而不硬，如果偷懒直接用，当然也没有什么问题。加1勺白酒去腥，用150度烤6分钟，烤到还没出油的时候就要拿出来。我烤了8分钟，有点过了。我用的是罐装莲蓉，配料显示有糖，但是没有油。看质地还是挺干爽的，不过做广式月饼的馅它不行，必须要加油再重新炒一下。我用了半罐的莲蓉，大概290克，加了40毫升油，手软没舍得多放。如果想要湿润细腻的口感，那至少还要再加1到1.5倍的油量。分几次把油拌到馅里，让莲蓉吸饱油脂。皮薄馅大是广式月饼的特点，馅的重量要占到 70% 到 80%。不过我从小爱吃的都是月饼皮。我的月饼膜是63克的，皮和馅的重量分别是18克和45克。这个大小我觉得刚刚好，再小感觉馅里就只剩蛋黄，看不到莲蓉了。皮和馅的分量刚好可以做9个月饼。莲蓉按个窝，把蛋黄包进去，包紧，搓圆，
包好的馅用保鲜膜盖上，防止风干。把面皮分成18克一个，搓圆，盖好。这时候打开烤箱到180度预热，取一块饼皮，按扁，包住馅，慢慢把皮往上推，用虎口收口。这个配方的皮很软，是很容易推的。搓圆，裹上干面粉，模具里也撒上适量的干粉，再把多余的干粉抖掉。放入月饼胚，用手指轻轻的按压，再在烤盘上压出形状。180度先烤5分钟定型。烤之前可以在表面上喷水，防止饼皮干裂。准备一些蛋液，1个蛋黄和1勺蛋清，打散。5分钟后取出月饼，把烤箱调到165度。在月饼表面凸起的花纹上薄薄的刷上一层蛋液，再烤10分钟到你满意的颜色。因为馅料都是熟的，只要饼皮烤好了就可以了。烤完的月饼表面的花纹是非常清晰的，但是这个时候的月饼摸起来是硬邦邦的。放凉后装保鲜盒，室温放置2-3天。饼皮吸收了馅里的水分和油分之后，会变得柔软油润，这时候的口感才好。这个过程叫回油，也就是饼皮里的油在转化糖浆和水分的作用下反到月饼表面，让月饼滋润通透。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广式月饼一定是高油高糖，即使在家里做也不能例外。12小时以后，月饼表面有了光泽，饼皮也开始变软了。36个小时以后，饼皮已经相当软了，小朋友已经等不及要吃了。切开看看，果然油少的内馅不够滋润，不过罪恶感好像稍微少那么一点点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给我点个赞并订阅我的频道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